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老师会来到直播间参与直播为您的情感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只要用心爱，爱情的力量能够感天动地。大家好，我是吕阳。在爱情当中学会独立，不是为了分离，而是为了以更好的姿态彼此靠近。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是双向奔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不是控制对方，而是相信自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珍28岁，来自内蒙古，后期剪辑；小荣34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俩的相识有点狗血，后来我还是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但是我想要的是草原上的汉子呀，他就跟一个扶不起的小男人一样，我就特别心累。我想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我觉得能找到他我特别赚，他特别优秀，我害怕抓不住他，让他跑了。在你眼中，对方有什么缺点？他口是心非，他总跟我说和我谈恋爱就是谈一天赚一天，现在又天天跟我说我跟你结不了婚，天天都亏。还有他特别小心眼儿，爱吃醋，太能作了。他倒没有什么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爱我远远比不上我爱他。两人相差6岁哈？对。怎么认识的呀？我俩认识就有点狗血，因为我们当时是我去拍一部那个狗血短剧，然后我在里面演他的那个继母，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小白，他不会演，然后我就教他演嘛，要不然那一条过很多遍。但是因为他这个还是不会，没有基础嘛，最后他还是被换掉了。被换掉之后，他还老去那个现场看我，跟我说：“哎，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啊，我就特别喜欢你，是那种生理性的喜欢。”啥叫生理性喜欢啊？就是见到他很亲切，而且就是他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哎呀，一见钟情吧，算是。可以这么说。也追了挺长一段时间哈。对，你才同意了。基本是追了可能一个多月、2个月的样子吧。那这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我俩现在已经相处有1年多的时间了。这1年多有甜蜜，但是我感觉更多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对我了。他刚开始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就说：“哎呀，媳妇儿，我跟你在一起，我感觉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能找着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真的老赚了。”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就跟我说什么呢？啊，你说我跟你在一块儿，我这天天我怎么这么亏得慌呢？我就奇了怪，我说你跟我在一块儿，你哪儿亏得慌了？我怎么你了，我就让你那么亏得慌了？那明明手里边有套房子，因为你房子也没了。你快别提了。然后现在已经变得特别小心眼子，爱计较，爱吃醋，天天黏着我，我就感觉我现在就跟个累赘似的。你不放心他是吗？当然了，这么好看，搁谁也不放心吧。那你有什么安排和想法吗？为你们的生活？之前倒是打算，就是因为有个房子嘛，就打算直接就结婚。然后因为我父亲那边觉得他太好看，而且他的行业不是特别稳定，就不太同意我俩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件事也闹过别扭。当时是这样的，当时他跟我在一起，我本来从事这个职业啊，那样的话会不会让人真喜欢我呀？他开始对我有这个担心，然后就跟我说你别干你这个职业了。然后他就说，那明明做演员就是青春饭，而且家里边也有条件，为什么要吃这个苦呢？你家的条件不是你的条件好吗？而且我现在特别喜欢我这个职业，我为什么要因为跟你谈恋爱放弃我这个职业呢？你事实上发现他这个生活中有人追他吗？或者是有人释放信号吗？有。就是其实也不是啊，那根本就不是，那全是他假想出来的。之前有一个演话剧的同事，我俩在那个话剧里面演夫妻，有一个小孩子啊，完了我们就经常孩他妈孩他爹，我觉得很正常嘛。有一次我俩出去旅游，我俩拍那个 vlog， 我俩都出镜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男朋友。哎，然后我那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呦，又在外面演呢，你赶紧回来吧，要不孩子饿死了。”他也知道那是我同事，他看见了，看
看见之后他就不行了啊，他怎么回事啊？我说什么怎么回事？我一看，我说不就一句评论吗？网友那么多，人家说的黑的白的，那你还都来找我事儿呢？这样的话，谁都认为是玩笑呀。对呀。完了，我就跟他解释半天。我说你要这样不信任我，那咱俩就开始掰了吧。掰了没？没掰，没掰是因为他跟我道歉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他明面上跟我就和好了，俩人就没事了。暗地里面他给我搞事情，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自个儿跑北京待了1个星期。因为平时我俩就会有互相的那个交流嘛，他会有报备。你心里不得劲儿，我还不能出去转一转，那时时刻刻都得给你报备干啥？那你心里你可以转呀，你得跟我说一声，也不用你时时刻刻报备啊。你是不是得告诉我你去哪儿了？你不能让我着急吧？那不跟你闹矛盾了吗？我还跟你讲什么呀？出事儿离家出走，一出事儿离家出走，那我还得哄着你吗？所以其实这个矛盾还是源于你对他这个行业的有一点儿哈。多少有点劲。那你要觉得这行业不好，你有啥给人姑娘规划的吗？他爸有个厂啊，他说你去我们家厂子里面干你老本行，干会计去吧。他开始说我自媒体，我剪辑，我也能养活你。我说你这怎么养活我呀？你这个每月都不够自个儿花的。他说我慢慢养呗。男生是个富二代吧？他不是啊，他要是的话，他说这话我也能理解。那他家不是有厂子吗？那是他爸爸的厂子，跟他没关系，因为他爸爸和他妈妈已经分开了呀。他爸爸再婚了，对，所以那属于他爸爸和再婚家庭的。他只是他爸爸的儿子，并不是唯一的儿子。哎，但是父亲还干预你们的恋情，父亲还不太同意啊，说明人家父亲和儿子还是联系很多的。他当时也是因为有东西给我嘛，所以说就考虑这方面。啥东西给你啊？就是他爸跟他妈分手的时候，给他套房，将来娶媳妇用的。然后他跟他爸说：“爸爸，我找女朋友了。”他爸爸说：“哎，有照片吗？给我看看吧。”然后他就拿过去了。他爸爸一看，哟。这么漂亮，干什么的呀？他说：“爸爸，他是做演员的，多大了啊？比我大6岁。”他爸当时就不高兴了。他爸一直想的是让他找一个年龄小的、稳定职业的那种文职工作啊。对，他爸说：“你要非要跟这个女的结婚哈，婚房哈，你还给我。”他当时听完了也没有怎么反驳他爸，他跑过来和我说那个，哎呀，我爸不让咱俩好，怎么着呢？要跟你好，得把那个房子还给人家。我一听这话，我说你妈当初我是费了多大劲，我才让他妈妈同意，因为他妈妈刚开始也不同意我，但是我跟他妈妈是有接触的嘛，经过这么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感化他妈妈也好，对他妈妈好，跟他妈妈说以后你不只有儿子，肯定啊，哪个父母不喜欢就懂事有教养的孩子？那是因为我这1年多我付出了好吗？我不是没付出，所以他妈妈最后同意了。他爸这块倒好，他并没有见我，我说想去见他爸，他爸也没有想见我的意思。房子还了吗？房子还了。那你的爸爸妈妈同意他吗？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是这样的，他说他为了我把那个房子已经还给他爸爸了哈，他现在就属于那个没有婚房，就是没有住的地方嘛。但是我妈妈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那个妇女，咱家可以不要婚礼，也可以不要彩礼，但是你跟这个男人你必须得有个窝呀，要不然你们将来怎么办呢？是有窝呀，之前不是有吗？最后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什么叫做因为我的原因？是你爸逼你，你爸说了，要不你跟他好啊，你就自个儿去挣房子，要不然你就别跟我分手。你不是想了第2个招吗？你不是也不同意吗？不是我不同意，啥第2招？就是我想的就是两家都跟那个亲戚朋友借点，完了把个首付凑出来，然后那个我们2个彼此再互相还贷款。不是。首付都是借的了，还要一块还贷款。我当时听完我人都炸了，我说我的天哪，这不就锁死绑定了吗？他爸是拿什么能威胁他退回婚房的呢？他爸可损了，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爸真的出了一更损的招。啥呀？他爸一看他态度这么坚决，隔段时间说，我这有一个那个相亲对象，他说你去见一见啊。虽然我把你房子收回了，但是如果你跟这相亲对象见完了之后啊，你俩觉得挺合适，我一高兴我就把房子还给你。我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咱俩先分手。我说为啥呀？为啥你爸给你介绍相亲，你不去不就行了吗？为啥要我俩分手呢？我不合计把房子弄回来吗？省得还有其他事儿啊。听听，那你还回去干啥呀？就是你个糊涂蛋子吗？咱抛开这个什么房子啊、父母啊这些啊，这都外在的。你俩的感情和彼此的喜欢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吗？反正他现在跟我处了1年多，天天跟我说咱们结婚吧，咱们结婚吧，天天就除了说这个呢，生活当中呢，比如说黏你吗？就跟你老黏了，黏的我都有点甩不掉了，你知道吗？可黏呢。怎么黏了？多黏呀！之前我和我闺蜜俩人唠嗑
完了，我闺蜜就说：“哎，他怎么那么黏你啊？现在就跟那个小牧羊犬似的，天天跟你你一说这个就是让人来气，哪有人这么说别人的呀？不是你就是纯小心眼子，人家就跟我说句话，让你听着了，你就跟他记恨上了。然后我和我闺蜜出去做美容，她就非要去。我有的时候出去跑场嘛，她非要跟着，她就穿着那个大裤衩子、大拖鞋，咔就往那一坐，就这么一坐就开始捡她的东西了。”人家走过来路过去的，以为他是小公，就问我小荣这谁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他是我男朋友。不好意思啊，还是觉得嫌弃呗。我不是嫌弃你，是你出门在外，你也知道要跟我出，你稍微注意一点形象，稍微注意一点。你一直跟人说着急，我哪有时间呢？完了，跟我在一块儿以后，这些以前的毛病，他是一点都没改。跟我在一块儿以后，新毛病他添了一堆。我每天早上出门我要化妆嘛，他看我化，看我护肤，他也护肤，他也化，他也学。他学完之后，他画的不太好，他让我，哎，等会儿你给我画画。我说你画哪儿？他说你看我这眉毛，你看我这眼睛，你看我这底妆。完了，我给自个儿弄完，我还要给他整一遍。他那眉毛都是我修的。夏天了，我穿裙子，我说做个体毛管理吧，他跟着我去了，人家把那个腋下也给管理了。我本来的初衷是想找一个有少年感的爹系男友。然后现在好了，少年感的爹系，又是少年又是爹，哎呀，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了他的保姆了，我现在要当他的托尼老师，那发型都是我整的。完了，美容师啊，脸没事我做面膜还得给他贴，给他做做。化妆师然后还看手，来，你给老师看看你那手，瞅瞅，那手护都是我给做的。所以精致现在在你看来是缺点哈？太过于了，我有点受不了了。跟我喜欢的那个小野马类型，就是粗犷的 man 的男人类型，完全背道而驰，它不是一个风格。您说说，我这精致也不对。刚刚我上场前哈，我们门口不是有一排长椅吗？我就看着一漂亮姑娘坐在那儿，我也看着了，然后一男孩躺在他腿上，是你俩吗？是你俩。不说这幕吧，我还想着是不是女生说我受不了想分手。刚才那幕一看，好甜啊！哎呀，这也是你的选择嘛，对你自己爱呀。你想分手吗？我来节目是想让大家劝劝他，别给我这么大压力。虽然你比他大这么几岁哈，也30多岁，但你并不着急结婚。对，房子这些事儿咱都商量好了再说。对这是一个我听明白了。然后生活细节上别那么粘人，别太精致哈。对，在你俩情感方面呢，你满意吗？一提这个我就蹭一下，我火就上来了。他才28岁，他谈了5段恋爱了，我就觉得他没长性，跟人谈个1年2年的就跟人掰了。那我俩现在才谈1年多点儿，我有担心啊。对，保质期2年对，我也担心啊。你调研过他的前任们都啥情况不？他跟我讲过，他当时跟我说，他之前有一个前任，他是江苏的一个富二代，完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挺虐他的嘛。然后他就感情上可能受点创伤，人家劈腿了，他当时就有点那个什么受不了。我说那你们不联系的不就行了吗？这是我觉得我正常人的思维吧哈。他不行，那女孩也绿茶，那女孩跟他分手之后吧，他俩没断联系，不只保持联系，人家那女孩还可会投其所好呢。他喜欢那个国外那个球星卡，那女孩专门从国外给他买那球星卡的盲盒送给他。我觉得女孩送礼物无可厚非哈，人家不管有什么想法，但咱别接受呀。对呀，他接受了。我合计就是把那卡卖了，不有点钱吗？给他给花点，因为他也不乐意。他贼有意思，他有一次开出一张那个亲签卡，我当时喜欢的东西放购物车里了，他就给我买回来了，我还特诧异，我说呀。这是快工资了吗？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多？挺高兴的。他得意洋洋的跟我说：“哎，那谁给我买那卡，我开着我挂网上卖了，我转头我就给你把你想要的都给你买回来了。”我一听我就懵了，我说：“你拿你前任的钱，你给我花？哎，你前任好看还是他好看？他好看呀！现在姑娘，你有前任吗？他前任这段时间还骚扰他呢。就是我谈过3段恋爱，加他第3个。我之前那个前任吧，他比较妈宝嘛，我俩就是分开了嘛，因为他妈妈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那段感情让我特别受伤，我自个儿就疗愈了3、4年。而且我当时我跟我那个前任老渣了，就老生闷气，生了闷气之后，我的身体就出点小状况，长了一个小肿瘤。后来我就是把那个做了一个小肿瘤手术嘛，我在家休养了1年多呢。然后我那前任特别贱到什么地步呢？那总会换着号，换到不同的陌生号码，
完了给我打电话，完了我一看陌生号，我不知道我就接了，我一接他一说是他，我就来气呀，然后我就把他骂一顿，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他就吃醋了。我说我把他骂一顿，你怎么还吃醋呢？我就不理解了。让我觉得就是打是亲，骂是爱那种的，打情骂俏的。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着？就直接挂了就行了？直接挂，就一听是谁，直接挂就拉倒。哎，这有道理。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呀，小伙子？你没诉求。他这段时间也跟我闹过别扭，也想跟我分手。哦，你提到过分手啊？我实在让他整的，就是我感觉他一天到晚就无中生有，他每天无中生有，就整得我特别被动，完了压力特别大。我就想呢，如果我们相处了1年半的时间，咱俩都磨合的还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咱俩是不是要好好考虑考虑这段感情的方向啊？就是姑娘希望男生能够调整一下身上的一些毛病哈，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再谈婚论嫁。对啊，这是你的诉求啊。那我们看看这对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啊？情侣哈。你们对厂商这对情侣有什么感受？其实女生的话，我觉得是蛮强势的。然后其实男生，我觉得他其实有点没有主见吧，我觉得是一点。然后我觉得再一个就是有点窝囊。我感觉他这个男朋友好像就有点太依赖他女朋友了，什么事情你都要去问他，然后你说你自己又没有说给人家一种踏实的感觉，你说想要跟人谈婚论嫁，结果房子没有，然后基本的经济条件也不扎实，然后还要去整天吃这个醋吃那个醋。这个姐姐魅力大，脾气也大，她因为喜欢你，草木皆兵，已经成了醋精。难道吃醋一定是小心眼吗？我恰恰认为这就是动情的信号。这个男生对你是彻底的动心的。男人一动心以后，他的情绪情感就会像坐过山车，有时候他会酣畅淋漓的疯狂，有时候会无与伦比的自卑。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只知道自己喜欢他。虽然你们2个人来到了爱宝，似乎有很大的问题，但是2个人的这份爱依然是在的。你也是那种口上很强势，但是也是真情的人。像她这样的女性，我认为她希望的自己的那个男人是有主见的，也同样是有魄力有魅力的，也同样是能够和他经历风雨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既然你已经玩火了，也灭不了火，那2个人就熊熊的燃烧在一起，不要因为小事情说分手就分手。其实我觉得最开始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情啊，就是你是继母，你是继子，对于你们现在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有一些投射的。我想问男孩子一句话，你的第一段感情，第一段恋爱是多大谈的？19。然后基本上就都1年多2年，1年多2年这样谈一段哈。其实姑娘，我是觉得为什么我说最开始的这个母子关系会对你们今天的关系有一种投射，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缺失的。在他从小父母离异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他而言，他一直在通过这种获得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在这个过程，你先听我说，你俩别讲，我没有于老师那么坚强，你俩别老真情，你们俩先看看我。咱们先说事儿啊，我们变成迷糊了，我们变成这个被我们还说嘛，把我们都看迷糊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前女友也好，对他的要求都是一件事情，要想我爱你，你要听我话。所以他其实在这样的一段关系当中，他想抗争，他把那个房子还回去，不一定是证明他有多爱你，但至少他想证明一件事情，我不喜欢你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在内心是有一处伤，他很希望找到一个人不作，也没有那么要求我，然后他还能够很好的尊重我和对待我。他想在这样一段关系当中就验证一件事儿，我值得。
事实上，包括他现在在外形上很精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你喜欢的样子，他想和你一起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他希望能够被你在意，也希望能够被你珍惜。但是他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你要的那种想要去珍惜的人，其实是你在自己的人生上是有规划的，你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被看见，而不是因为你靠近了别人而被看见。你如果真爱他，就把自己的人生打点好。你在28岁的年纪，如果将来你想拖家带口，想要走进一段婚姻，他的这个职业选择是青春饭，青春之后你养不养得起？你托举不了你未来一家3口甚至4口的生活，你在今天就已经把这段感情走到头了。所以你关注的不是说你看我和你一样，而是关注的说你看我能行，这才是关键。爱情其实挺珍贵的，挺宝贵的啊。虽然你们都还年轻，但是遇到一份真挚的、热烈的爱，还是应该去珍惜的。你做好你自己那一部分，你就不会迷失了。你现在迷失的其实是你们作为社会价值的那个角色，你觉得他的那个社会价值程度不够高，不能够满足你，你干嘛要去让他来满足你的社会价值呢？你自己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好了。你要摆脱那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说我必须找个男人，他是我的天。你也不是这种女性啊，否则你就不会找他。所以你的不愉快在于你内心的纠结，不纠结，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我接受就接受全部的他。这是我的建议啊。我跟男生想说的是，确实我觉得你真挚的这种充满柔情的爱会打动很多女生，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长久的生活，因为你说想结婚嘛，但你结婚的目的不是说想给他长久的生活，你是想拴着他。说好听点，是因为爱他，想让他和你绑得更紧。但长久的爱，长久的生活，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提供更丰富多元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情感价值。我们要成为婚姻，要有丈夫的责任和价值，对吧？要有可能将来如果成为父亲的责任和价值，还有你作为女婿的价值，儿子的价值等等等等，还有社会角色。你作为他的爱人，你作为一个对自己演艺世界充满了追求的女生的爱人，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否则我们的爱很难支撑整个天整个地的。感情之初可以，长久发展需要多元发展，明白吗？其实是爱让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呀。就像是我们说有一些温柔就是老虎亲嗅蔷薇，对吗？所以对于他来讲，不就是王洛宾那歌吗？我愿变一只小羊，就让你拿着爱的皮鞭轻轻打在我身上，因为我动了情了，所以在那一刻我就想当你的小羊。我不是因为我天性是羊，也不是我天性就是牧羊犬，是因为是你呀，是你，我才会在这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说他会一直呈现这一种状态吗？不会呀。就像刚刚杨老师也说，他有他的使命，他将来的使命可能还有要为了这个家去拼命呢。目前他就是守护我的女人，未来你们真的组建家庭的时候，你认为他会每天跟着你吗？不会啊，他需要去打拼他的事业，养活这个家，管他的妻子，管他的孩子。他知道了家在那儿，家是稳了，我是得对着外方，我得去征战了。你要的那一匹野马会在那个时候出来，但那不野了。因为一旦野了还能回家吗？他只会成为一个为你冲锋陷阵的人，为这个家依然可以出发的人。所以这是个阶段性的，你不能因为他这个阶段的时候柔情蜜意，眼神能拉丝，而否认了他是一个真的汉子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如你所期待的一样。你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最怕的爱情里头的那种桥段，是明明最好的两个人，最适合的两个人遇见上了，但却彼此不知道我们是彼此最适合的那个。今天也是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说话其实蛮多余的。此刻我们每个人一开口说话，其实都是应该变成什么歌呀，给你们配着，好让你们抱在一起，对吧？就是再给一点浪漫的特效，就只应该是这种效果的。你们就应该抱在一块儿，好好享受相爱。等你们觉得这一个水到渠成想结婚的时候，就应该勇敢的结婚。我甚至觉得婚姻对于你们来说都不是难事，两个人都可以义无反顾的进去，房子是会有的，然后你所想要的一个能够扛起半边天的男人也会有的，你想要的自由甚至在婚姻里头你也能得到，因为他已经放心了，他已经有一只手要出去打天下去了，他就不会两只手一起抱美人，对吗？
所以放轻松，好好相爱。女生原先想的是理想型的男人是奔跑的野马，对，他那是一个什么形象？有点像。那是一种力量。兄弟，在听我说话吗？没听。你在想什么？他在想我爱的姑娘。你在想什么？我愿手拿着皮鞭。没听见我说话是吧？没听清。对，因为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太多的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认为女生现在在用自己的独立在掩饰她的犹豫，包括你在场上你不听任何人话，就眼里只有她，是好也不好。人家都说男生啊要志在四方，女生志在对方，你反过来了。你这话我不同意。对，他们三个都不同意。现在是我发言的时间。那也可以不同意。我能不能让我说完？男人可以躺在女人怀里，女人也可以躺在男人的怀里，这平等的。都可以，但我只想说，那女生老坐在那里，男生老躺在那里，他想不想也躺在那里？就躺累了也可以起来。所以说，这就是在你们的这关系当中的一种失衡。他认为很累，他会犹豫。老师们只是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那一面，但在生活当中，他看到的是全部。他现在是犹豫的，与其深情的看他，帮他抚去眼泪，不如你勇敢的去奔跑，让他们不再有眼泪。擦眼泪有什么用啊？你为什么要让他？你有能力应该让他不流眼泪啊。所以那是你真正的懂，那是他真正需要的爱，好吗？真正的爱不是拴住对方，而是成就对方。女生有一点问题，我可能要啰嗦一句。你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蛮不认同的，因为在那个情景下我是站他的队的，就是我管不住别人的嘴，就是那个同事跟你说孩儿他妈那个，你管得住的，你的态度就能让这样的人闭嘴。同样类似的话让我看到的话，我一定会也很生气，如果那是我的女朋友。所以说那一点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总之我们都很看好你俩。行了，你们俩坐下那个眼神拉丝吧，站着也挺累的啊。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江25岁，来自山东，培训老师；小李24岁，来自河南，平面设计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俩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把他追回来。当初是我着急上头，是我的不对，但我都追回他老家了，他还不肯原谅我。当初是他把我撵走的，现在想让我原谅就原谅，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你们的感情还能继续下去吗？我觉得能，他的脾气也就我能包容了，但需要再互相磨合一下。我俩都在一起3年多了，我不想放弃。我也不确定，他做的事太伤我心了，我害怕和好以后还会重蹈覆辙，又会和以前一样。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哟，这是已经算分手阶段是吧？对，是这样的，老师。前一阵子就是我俩就是闹分手嘛，然后就一气之下，然后他就回老家了。当时就是说完他以后，我挺后悔的，然后我其实想把他追回来嘛。为啥就是那么严重到分手了呢？其实我觉得就都是些小事儿。大半夜把我赶出家门，这还叫小事儿是吗？是这样，老师，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想养一只小猫嘛，他有个朋友在北京就开一家宠物店，然后我寻思，那你让你朋友去给我领养一只小猫，不是也很容易，是不是？这个事情他就一直没有去落实。那我寻思，那说那我就不指望你了呗，我就自己去找呗。我就去网上去咨询，刚好呢就有这样一个我觉得挺符合的。我跟那个人呢，我俩就约了线下，就下了班之后一起去餐厅吃了个饭，我就把这个小猫给带过来了。这个小猫一带回去，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吵架闹分手。我到现在，那你大半夜的，你说你跟别人出去吃饭，还是个男的，那我能不生气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怎么就是大半夜了呢？我正常6、7点钟下个班，还是周5的晚上。
那你怎么不叫上他一起去啊？当时这就是说到点上了呀。他这人他本身就是平时电话也不接，然后发信息也不回的这种，因为他工作性质，上课他手机也经常静音嘛。我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有接。那我寻思，那我就去吃个饭吧。打了吗？那你说没打就没打好吗？你自己不看你就当没打好吗？关键是我跟这个人，我连联系方式我们都没有加，我们就只是就说这个猫的事。那你就跟别的外面的野男人出去吃饭？哎呀，太难听了，太难听了啊！最过分的，当时他跟我说什么？他这是我租的房子，你不想带你就给我滚出去！就直接凌晨12点多，让我一个女生拉着大包小包就直接去北京。是凌晨啊？对，半夜12点多。对。我当时出门太着急，我发现我刚领养的小猫我也没有带，然后我身份证也没有拿，电脑也没有带。我说我第二天我回去我去把我东西取回来。结果人家倒好，因为是密码锁嘛，你再去输那个密码，再去输那个指纹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就已经躺在人家黑名单里面了。其实我想气气他，我想就是让他改一改他这个生气的这个发火的毛病，制止他是吧？对，其实也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其二就是他就是平常他也会动手打人，哐哐还给我2耳光。你还好意思提这个事情是吗？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解释我为什么打你啊？而且你一个1.8米几的大个，我一个小女生，我扇你2巴掌有印子吗？那你说你这样就能打人吗？你觉得你打人对吗？啥事儿啊？扇2巴掌？因为我每个月生理期的时候我就会不舒服嘛，我就有时候肚子痛的会很难受，吃止疼药。对，然后我那天我就是因为我一直也没吃饭，我去点了个饭，我让他给我取回来，然后人直接在客厅一边打游戏一边玩手机，就叫都叫不动的那种。其实他每一次的生理期，我都会给他去揉肚子，但是每次都是无动于衷，说我这说我那的，然后让我去赶紧拿。我说你不给我拿饭啊？好，过了几个小时，你把饭拿回来，你自己把饭拿回来，在那一边吧唧嘴一边看着剧，这是什么意思？那我是不是叫你了？我叫了你1遍，你没有回应。我叫了你第2遍，我回应你什么？你不是跟你的小师妹聊得正欢着呢？我回你什么啊？就我为什么打他的点也就在这儿，我难受的，我躺在床上马上要晕过去，饭也没吃，人家自己一边把我的饭取回来，一边吃着饭，一边我就听到有个女生给他发语音说什么啊，那我现在这样跟你聊天，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我也知道那女生是谁，我一听声音我就能听出来是谁，就她之前一个几年都没见过面的小师妹，就她之前高中的小师妹。就老是平时问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要实习了，问他要怎么找实习，或者说我最近这个认识了个男生，这个男生要不要跟他谈恋爱，就这种事情也都要问他，我都搞不明白，你是他爹吗？你要管他这么多事情是吗？也没什么，也没有说聊什么情爱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清白的，也没有说是什么就那种特别离谱的关系，他就是我们之前就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就已经就关系挺不错的。我当时还挺生气，但我当时已经很虚弱了，我也没有精力去怎么着。后来是因为什么？后来是因为他嫌我就是砸他家那破铜烂铁了，因为我叫他就不应，你知道吗？就是当没听见一样。然后他就摔东西，然后把家里的东西全摔了。是，你就看到我摔东西了，你没看到你家那玻璃渣子扎我手上，现在这疤还在这儿呢。你是不是你当时你出血了以后，我是不是我还打120送你去医院？他过得好，上了车以后。哐哐给我2耳光子，因为你本身我1天没吃饭，当时打120的时候也已经是晚上了，也是属于1天没吃饭，然后又那个什么身体不舒服，就已经很虚弱。然后我当时我又听到我旁边那个护士小姐姐，她也是心疼我吧，她说你女朋友就已经难受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要跟她吵架呢？我一听这话我就很生气，刚好她又在我旁边，她说哎那个什么你身份证在哪？然后我就给他了2巴掌，但是你说我已经我1天没吃饭，他能使上劲儿吗？这个姑娘肯定打人是不好的啊，但是其实是感觉不被重视才这么情绪激动。对，而且其实我平时我也没有说打人啊什么的。你说那当时已经就是那么不舒服了，然后你男朋友又这样子。除了这个事儿，你平时你觉得他重视你吗？说实话，我跟他分手真的不是说因为这1件2件事情，我觉得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大到那种什么搬家呀，什么小到换个电灯泡，就全都要指望我。像我们有一次搬家嘛，然后我当时收拾东西，家里的大件小件，我一个人收拾好，然后我是去联系那个搬家公司。是你收拾的吗？那是我收拾的。真会颠倒黑白，我发现从收拾东西到那个联系搬家公司到送到哪儿，中间全都是我在管，全都是我在负责。问题是当时一个导火索是什么？当时我
我在那个平台下单的那个单子，我是已经包含一个送货服务嘛，我已经叫了一个搬家师傅去帮我们搬，因为我觉得我也搬不动，我就让他帮我搬。结果到了地方呢，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说：“哎，你这儿有一个冰箱，你这是个大件儿，然后你这又没有电梯，你这是楼梯，我得加钱。”然后我还没有怎么发火呢，他直接在旁边就向着外人开始说起我来了。确实有几个大件儿，师傅提了100块钱，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师傅辛苦了，毕竟干到那12点，大半夜12点半，那都挺辛苦的，那人师傅就是连一个就不认识的那个搬家师傅，他都能同情，他都能体谅人家的不容易，他就没想过大半夜陪他过搬家的是我，体谅我有多么不容易。你说家里换个电灯泡，那你说换个灯泡有什么难的？那灯泡我没换吗？跟我说，哎，宝宝，这个我装不上去，这个灯罩，你上去装吧。好，我自己一个小女生，自己爬那么高桌子还不够高，我还又加了一层，我自己去把那个灯给装上。我装上，那我寻思，我说这么高我自己下不来，我说你给我抱下来，是不是也行嘛？他倒好，直接就给我头朝地给我扛下来了。我其实想说，我说找个专业师傅来就给咱换了。我说就几秒钟的事儿，我说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就是给人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他非得省那几十块钱。行，上去以后好半天换好了以后，他说要下来，完了之后我说行，我说你直接往我身上倒，他非不，他非要坐在我的这个胳膊上。我说你多沉，你心里没点数吗？你们俩是不是在这个生活消费观念上也不一样啊？就他觉得整这么复杂，不如花几十块钱请个这个。对吧？师傅来换。对，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女生觉得，那我们能干，为什么要找别人啊？是因为她平时觉得自己攒不住钱，她把钱都放在我这儿。哎，这个钱是你在管哈？对，管他咋样？就是我每个月的工资，反正我都会交给他嘛。全交吗？哦，对，全交。然后就是我每个月我会跟他提，就是1000到2000块钱，就是我想让零花钱。对。然后他每次都会克扣我一点。啊，到最后我每个月我的钱我自己都不够用。我现在我是对他的钱，对他的这个工资什么的，我只有保管权，我没有支配权。我甚至连我问一句都不能问。他来问我要钱，我说你要钱干嘛？这有什么好问的？你现在是不是不给我？他直接就这样子就着急。那你现在你既然提到这个事情，那你告诉我前段时间给你的2万块钱你到底干嘛去了？我有一个朋友前一阵子找我吃饭嘛，然后我就把钱借给他了。他那些朋友不是说我这个人小心眼什么的，之前问他借了1、2千块钱，2年才还，然后平时有什么事儿就找不着人，然后一开口就是借钱。你俩谈了多长时间来着？3年多了。3年多，那你管你俩的这个钱啊？不管是支配权还是这个储蓄权，你管了多长时间？1年吧。这1年能问一下攒了多少钱吗？他这样子根本就攒不住什么钱，然后他又觉得钱都给你了，为什么没攒住钱啊？他就开始要我给他看账单啊什么的。反正也没成为一个好的运营模式，是吧？也没攒下钱，也没花痛快了。他现在他就觉得他的钱放在我这儿，我要给他攒着，然后平时生活开销要花我的钱，他的钱就要攒着。就他每天都活在暴躁中，我发现他都。你像前一阵子，他亲弟弟想来北京来找他玩来了。当时他弟弟高考失利，我寻思那个就是我带他放松放松，他非要让他弟弟，然后寻思走艺考。啊，因为我不是做这个的嘛，然后我说可以走艺术，但是你说人家刚失利完了之后，你不能说逼着人家现在去干什么那些事儿嘛。他非不，每天早上他把他弟弟从早到晚给排的特别满。我当时劝他，我说刚高考失利完还青春期，你给人逼疯了咋整啊？他当然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弟弟要考上大学，你养他吗？你告诉我离高考还有多久？那本身的复读，那就是你要一门心思花在学习上啊。那你告诉我，你大半夜你带他出去喝酒，算什么意思啊？那你学习那也不差那1天2天，那也不差那1晚上吧？是这样，老师，前一阵子就是他弟弟嘛，在机构当时写作业，1天没吃饭了。我现在就是出去吃点饭，我俩就稍微喝点酒，晚上差不多11点钟回来的，然后一推门就开始对我们破口大骂。他这人有个毛病，他这人一喝醉，他喜欢忘记家门密码。然后我第2天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然后他什么时候喝完酒回来，我什么时候就得给他开门。姑娘，我觉得你看你就控诉他的一桩桩一件件让你的不满意哈，其实是看不惯的。那既然都上次把你赶出家门也就分手了，密码都换了，那就分了得了嘛，咋又回来了？他以前他也不是这样子的，挺贴心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变化吗？他其实之前他也不这样，他之前其实也挺那他为啥变成这样了？挺温和的。
对，然后他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和你有关系吗？我觉得有一点。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他习以为常了。我爱你也没有变啊。因为我确实，我现在我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可能泪点比较低的人。然后有时候他给我气哭了吧，然后我自己哭完自己又把自己哄好了。但是刚刚你这一句哽咽，却不是因为他把你气的，而是你听到他说他现在还是爱你的。就我这人，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挺讨厌自己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心挺软的，就是他每一次他让我生气了之后，他过来再把我哄一哄，然后再跟我说说好话，我就又回去了，不舍得了，对。赶你走的时候，你气的说：“我再不回头了。”过来还没哄你，你就拎着箱子回来陪小猫了。哎，你们二位评价一下他。男嘉宾占有欲有些太强了，而且挺双标的。他女朋友跟别的异性出去吃饭，他就觉得就是很大的事儿，但是当他跟他那个师妹有联系的时候，他觉得不是什么事儿。我特别跟那个女孩子感同身受，我真的觉得陪一个不太成熟的男孩子慢慢长大成熟，真这个过程特别累。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咽好多好多的委屈，流好多好多的眼泪，完了男生还不理解咱们，你知道吗？就很难过。真的就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不像谈了个男朋友，自己像养了个儿子一样，会有那感觉。女性需要呵护，男性需要尊重。在男友眼里，自己的女朋友性格强势，脾气暴躁，女生确实怎么能一点就炸？尤其是作为男生，他渴望的是被尊重，更要面子。但是我们去看，暴躁取决于性格，性格取决于环境。他究竟纯粹只是暴躁问题，还是你们的感情出了问题？我认为是感情出了问题。扪心自问，现在相互还在乎吗？相互还能迁就吗？很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冷静的时候还过得去，一旦爆发，这样的出走以后还会延续。爱情它有时候确实并不完美，需要我们去磨合。像你们这样也不懂得相互欣赏，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缺点，放大的也是对方的缺点。爱一个人，我们会包容，也会容纳他的缺点，但是对他的缺点你一点就炸，对他的缺点你无限放大。所以我认为你们要冷静的思考，这么累的走下去有没有必要？爱情如果真的力不从心了，我想及时的放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其实我更想对女生说一点贴己话啊！你真的成了你身边每一个靠近你的人的成长的沃土。你是一个付出型的人，其实当你变成了一个过度付出的人的时候，你承担了太多的时候，你迎接的一定会是失望。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讲述里，我没有听出这个男孩子到底有多爱你。你看你的女朋友灯泡也是他来换的，好多事情都是他来做的。你的小师妹是喜欢你的，她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为什么会和你的小师妹这么没有边界感的交流？是因为你很享受被小师妹这种崇拜的感觉。你的女朋友身上找不到半点对你的崇拜了，她不崇拜你，那她为什么还要需要你？她为什么想要那只小猫？是因为她很疲惫，她需要在自己疲惫的时候找不到你，找不到任何人，她也不信任何人，有个小猫陪陪她。那个小猫对她来说只是在舔舐她在自己很疲惫的时候的那种伤口，你却熟视无睹。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是各有所需，她想要你崇拜她，骨子里有那样一种要面子那种需求，你不给她，我不示弱。你需要的是细腻与呵护，你想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小女人，但是他不给你这个成为小女人的机会，连换个灯泡加个凳子他都把你弄上去，然后大头朝下的给你顺下来。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感情，但真的今天你这个样子追不回来呀。
我都替你着急。你说你在台上各种各样的强词夺理，干嘛呢？婚姻当中，如果正常的日子里都是这样强词夺理的话，那这种日子他得多心累呀！他还不如一个人和这只猫过得更好、更舒服。所以在一段关系当中能松弛下来，才是健康的关系。放心的做自己，才是安全的关系。刚才2个女生共情了啊，就陪伴一个人成长是挺多眼泪的。但你俩可真的境遇太不一样了啊！你这小荣，你也不能身在福中啊，不知福。他也在陪伴一个人成长，但是陪着他的这个人是满心满眼都是他，他是不够成熟，但是他是真真切切的爱着他，重视他，捧在手心里，只不过他没有更成熟的方法。他一定不会在他女朋友肚子痛的时候还有心思跟别人闲聊天，也不光是说你所欲非人啊，也不光是说你的对象有问题，因为你和这个姐姐也不一样。人家这个姐姐会一边她是那种嗔怪，说你就不能快点成长吗？咱们共担风雨，一边把自己的男朋友抱在怀里，抚摸着他头发，因为这女生也爱他。你不是，你是扇着耳光，砸着杯子，所以你也不会有这样充满深情的男人陪在你身边。这是相互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明白吗？你俩的作用力没作用到一块儿，或者换句话说，2个人既没有那么相爱，也没有那么友善。所以既然彼此的成长都陪不了对方，你就消停赶紧走，别眷恋那过往，回不去了。因为你也不具备回去的能力，你也不具备和他在一起未来的能力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男生，你其实也并不那么的爱他，因为你确实没有那么的重视他。你看人家这姐姐流眼泪，这男生我们都看着满脸这笑容，为什么呀？他就这么特别心疼的站在旁边，手足无措的，哎呦，就比他女朋友还难受。你别哭了，你一哭我心都碎了。你女朋友在旁边都哭成个泪人了，你看都不看一眼，你还追啥追呀？你快别追了！你要像人家这么爱着姐姐，我们肯定在后面帮你煽风点火。姑娘别走，好好努力。所以也别费劲了啊，撤吧啊！就自己赶快成长，别指着别人陪你。啊，也去赶紧找一个能够滋养彼此、快速成长的关系啊！别消耗了，分吧。其实男孩明明知道女朋友特别好追，但是你却到这儿追，是因为你根本都没打算下劲儿追。你刚刚从嘴里随口说了一句“我现在爱他呀”，女孩立刻就哭了。这个真的是，哎，所以容易哄了。对。但是今天我是一定要在中间哈，帮你们把这个篱笆系起来，不要那么容易被他哄，不要被他的这一些字打动。你们2对正好呈现出来了有2个事儿的区别，他们这个叫生理性喜欢。很多人以为生理性喜欢叫做见色起意，不，你是见色起意。生理性喜欢它有一点像是 DNA 动了，就是来自于我的荷尔蒙对荷尔蒙的一个吸引。我在他身边想模仿他的样子，我觉得他呼吸都好闻，我忍不住要靠到他身边去，我就想跟他有爱的贴贴。他1年多了依然是这样。但是对于你来讲，见色起意是什么呢？是我觉得他过去好看，但是1年多了，在一起2、3年了以后，你会觉得再好看，看久了稀疏平常，我没那么喜欢，我 DNA 没动。所以今天是在场上，你们2个人正好是特别准确的诠释了这2点。然后对于男孩来讲，今天一个劲儿的想挽回自己的女朋友，真的不是因为爱，你挽回是因为现在眼前也没有一个女的，没有其他一个值得你或者是让你觉得我可以去追求一下的人。然后女孩现在心里头还觉得犹豫着我要来不来的，是因为她对你还有爱，她对你她有很多的情绪在里头，这一些情绪都来自于因为爱而不得造成的落差感，因为爱在你那里每一次都没有得到一个别说是准确的回应了，有的时候连回应都没有，他就渐渐的疯了。就像我们跟你说话，假如说你听见了吗？你不吭声，我就会提高嗓门，你听到了吗？如果你不吭声，我只好喊你听到没有？这就是因为你不给回应，才会使他变得情绪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而如果你在给出错误的回应的时候，他会在这一种激烈的情绪中显得丧心病狂。他不是先天就这样，是你会把他引导成这样。你特别不适合待在他身边。
因为你每一次把他逼成这样的时候，你的自信心就会增加。这也是我要劝你们一定要分开的。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孩为自己歇斯底里发狂的时候，他会有一瞬间的感觉，叫做哇，我真厉害！既然我这么棒，我为什么不再找别的姑娘？所以你所有的这一些狼狈，你以为在爱里头的这个楚楚可怜也好，或者是丧心病狂也好，在他看来全叫做滋养他自信心的东西。你不能给他做花肥了，姑娘。这个手一定不要复合哈，已经分了的手别复合。首先，男生很多行为肯定是不对过激的，但我们去看这核心的本质。如果单拿某个动作来说的话，那它一定是错的。就比如说女生你摔杯子，对吗？不对啊。打耳光，对吗？不对啊。但是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再去给它扩大化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前因。好的，我们就说把你赶出家门那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前因，你真的做得很妥帖吗？边界感很到位吗？没有，我认为断然不是。对。你本来要去买一只猫也好，去领养一只猫也好，你跟人家吃饭，这明显就跨越了买猫这件事本身。因为你很了解你男朋友的性格，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是这么做的话，他一定会暴怒，一定会。但在那个时刻，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有没有为他多考虑一次？这个男孩其实他也挺弱的，只有弱者才能表现出狂躁乃至失控，这种感觉是从你身上学的。所以这就是你们俩无形当中互相在影响，互相变成了对方的那个样子，而且还很讨厌。觉得真正在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们俩核心是什么？是在沟通方面出现问题。你们在用暴力沟通，暴力沟通不能换回对方的体贴，只能推开对方，而且一步一步的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关系变得烈度在上升到不可收拾。真正的强者是会示弱的，而真正暴躁的他反而是这个关系当中的弱者。你们俩都在某些方面挺弱的，但这不就是你们很相似之处吗？彼此身上都有对方的影子，那干嘛不更去爱好对方？其实就是爱护自己呢。多一点包容，多一点正确的沟通方式，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年轻时候的爱情还是就是把握在自己手中吧。老师们的建议供你们参考，好吧？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老师会来到直播间参与直播为您的情感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组嘉宾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这应该没悬念吧？没什么问题，没悬念。这么浓情蜜意的出来的话，真是把他拽出来。来，不出来我们就得坚强了。我们俩拽，请开门。啊，没有啊。那不会的，我们没那么坚强。哎呀，非常棒，非常棒。哎呀，甜得很，真的是甜得很。有什么话想说吗？我还是特别愿意跟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是希望我们在走到未来这个路上，可以一起做出更大的努力，成长得快一点，是吧？小伙子，除了爱女朋友，加油，好好工作。好好做那个草原战马，对，骏马，放山河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拥抱吧！再撒一把狗粮。哎呀，哎呦，多抱一会儿啊！给一些镜头。咱们的抱法都和别人不一样。哎呀。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我们。米娜老师说的对，如果你不叫停，不会停。那我叫停吧，请亮灯。哎呦，给我们个机会吧，甜死了。我们见过世面没有？没有。我们欢迎这样的遇到爱情困惑，但是真的是浓情蜜意的情侣来到我们节目。虽然爱情有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但是真爱就应该是这样的，两个人充满美好的心跳、心动啊，这种感觉。我们好好保卫，我们好好保卫，对你们越来越好。再见。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来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抖音呢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不应该出来了吧？这再出来给他塞回去。蛮紧张的。不会了。走了。走得好。女生也明白了。所以2组嘉宾是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可能爱情的样子就是各种各样啊。有的是我们一生可能相爱，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过一段。那也希望我们珍惜眼前这一段，也要去寻找一个能够共同步向未来的合适自己的伴侣。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